今天一個悲劇，一大早8:08，我們的 T34C 教練機呢，在岡山的跑道呢北方墜毀，2個飛官都是中校，都很有經驗的，都飛2000多個小時 T 這個34C 的哈，然後2個都不幸這個生命救不回來哈，那殉職啊，他們在演練什麼呢？模擬這個發動機失效。就是飛機的發動機，像你汽車的引擎一樣嘛，發動機不管什麼原因失效了，熄火也好了，壞了也好了，這個不動也好了等等，那這個時候怎麼辦？那它這個 propeller 就是螺旋桨的飛机教練是慢慢滑嘛，看能不能迫降好等等哈。那但是呢，不幸殉職了那它是沒有彈射的傘，不過它是有降落傘，但是沒有彈射椅降落傘所以他們也看起來也沒有跳傘大概也來不及了。賴清德說：“我非常悲痛不舍我想不止賴清德，每個人都很悲痛不舍了那他們飛行時速超過2100小時那這個有2個一個郭俊南中校46歲已婚飛行了2172小時，加上這一次盧基佑中校41歲已婚而且也飛了這個 T34型機2114小時，加这次的半小時那而且呢，他原來这個郭中校原來7月就要退伍你看現在6月7月就要退伍就差1個月飛了那麼一輩子，就在最後一個時間不幸發生意外，所以他有一個同班同學在臉書上寫下，當一個空軍官校生，感覺這輩子最怕的新聞就是只有一種，就是有這個同學墜機或是同僚墜機那佩祥那個書記長說呢，希望空軍有一個完整的報告出來那民進黨的幹事長莊瑞雄也說說不應該一下子就發生一件，不應該一下子發生一件。那一共發生了多少？2020年以來不是什麼2000呢，也是6年呢，已經國軍損失了14架飛機，殉職了20個人，這也太多了吧？那從2020年1月2號、2020年10月29、2021 3月22、2022 3月14、2022 5月23、2024 9月10號、2026 1月6號。你看中間只有2021沒有，20也有，2021、2022、2023沒有，2025沒有，這2年。2025有在下面。在下面 ，OK， 好，在這裡2025還有，這邊還有，我沒有看到下面，所以2020好幾個，2012、3、4次，2021 1次還算少，2022、2022、2024次，然後呢2024 2次，2024 2次，2025 1次，2026現在已經2次了，所以這個比例實在是很高那20個人，這20個人都是國家很不容易栽培出來的結果居然遭到這樣的這個殉職的命運我們看一下。跑道旁的草坪看得出火燒痕跡，綠草地變一片黑，飛機零件四散，現場人員持滅火器具噴灑降溫，冒出陣陣濃煙，軍方出動多輛專業車輛進行搶救。一片片焦黑殘骸，教練機被大火吞噬過，燒到幾乎無法辨識原貌，爛成一團廢鐵。多部工程車在事發後3小時都還在現場待命。警方圍起封鎖線，橋頭地檢署指揮憲兵隊、岡山分局鑑識人員率隊到場勘驗。包括在這個機場的北端，仍然是整個鑑識工作仍然持續的進行。可以看到呢，除了有許多的這個水箱車、破壞器材的器材車，還有這個救護車也在現場待命。墜機意外發生在6月2號上午，空軍岡山基地的 T34C 初級教練機，在前座的主任教官41歲盧繼佑負責直飛，後座的中校郭俊南擔任考核官，正在執行模擬發動機失效訓練任務，要練習在引擎失去動力時控制為滑翔狀態迫降，卻在上午8:08在跑道北端墜落，2人當場罹難，不幸殉職。就是所謂引擎壞掉的時候，你要從高空怎麼把飛機給飄回機場最高的那個決定點，還有一個最低的決定點。你在這2個點中間的高度，你就可以決定要怎麼迫降機場。那你如果太
過低了，就是低於 low key， 你可能就是進不了機場。大批軍方人員在國軍岡山醫院外守候，葬儀社也到場協助。只是2名罹難飛官都很資深了，46歲郭俊南、41歲盧繼佑，兩人飛行時數都超過2100小時。事故原因已由橋頭地檢署調查，2名飛官將送往高雄市立殯儀館進行相驗。比大大的讚，最右邊的正是這次殉職的飛官之一郭俊南中校，今年46歲，空官93年班，飛 T34時數2172小時。他的離世讓同學很是不捨，寫下當一個空軍官校生，這輩子最怕的就是新聞一出來，總是希望出現的名字不是自己認識的。雖然自私，但不是每次都能如願，多了一個每天要思念的人，相信每個同學都會很想你。字裡行間流露出滿滿不捨。至於另一名飛行員，貼出旅遊照，看起來很陽光。今年41歲的盧繼佑中校，空官97年班，飛 T34時數同樣破2000個小時，已婚育有1子1女。面對突如其來的噩耗，我內心非常悲痛，也非常不捨。我要代表國家，向2位英雄飛官表達感謝，也向家屬傳達最誠摯的哀悼之意。總統說已經要求國防部組專案小組盡速查明失事原因，而據悉2號早上是執行飛行考核任務，盧繼佑作為主任教官在前座，郭俊南作為督察科考核官在後座，實施對盧繼佑的考核架次。執行的科目初步了解是模擬發動機失效。所謂的模擬發動機失效訓練，就是模擬飛機失去動力後，飛行員得把高度當成能量。以 T34來說，得依序通過高關、低關基本關鍵點，期間確認速度、高度、起落架和機翼狀態，最後目標要在跑道前1/3落地，避免進場過高、過低或落地太晚導致衝出跑道。好，請問將軍哈，說這個飛機太老了哈，這個那40年，那為什麼不買新的呢？另外還是要到2030幾年才退役。還不是說這2年就退役了，我看還要6、7年才退役，怎麼回事啊？我認為既然你都是國防預算編這麼大堆嗎？怎麼這個飛機買不到呢？我們特別預算編了這個7800億，那我認為是不是拿一部分，拿1%就可以了？拿40億出來買50架這個教練機，我們叫初教機，因為這個41年它都是在翻修，因為已經消失性傷員，已經買不到零件。那你這些發動機啊，包含它壓縮器的葉片，還有定子葉片、轉子葉片，還有它燃燒筒，通通都是要翻修，因為你買不到這一型的發動機了，那你就翻修。那翻修不斷的翻修，前面翻修1、2次還可以，翻修7、8次，你還在翻修。金屬疲勞，那這個東西對我們知道，都金屬疲勞的裡面都會產生變形，然後這發動機的可靠度都已經降低，然後再飛行。它今天練的就是迫降航線，就是我們講到的部分馬力消失，結果真的是馬力消失，還真的進不了場。你看，他就在跑道旁邊，你看他今天演習的是說發動機故障，是發動機完全失效，還是你講的部分還有一點點動力？到底是怎樣？一般因為他在練的，他的油門要收到慢車，然後讓他還有部分馬力，到時候整個改正完畢之後，把油门推上去之後，飛機就重飛了，可以。但是問題是，他的剛好遇到發動機失效。然後發動機失效，重心向前，因為它的發動機在前面，所以飛机一定機頭撞到地上，那是不是扣過去了？一扣過去，人沒辦法逃出來，因為座艙道都變形了，就跟高速公路再讓它馬力這個降低，就是在吹油比較少的時候，它一點點模擬那個失效了。對，但是還是為什麼就失效了？為什麼就真失效了？因為這個在。這個機械，這個算是我認為機械因素，因為垂直能見度還有水平能見度都蠻好的，但是在這個狀況，在發動機失效，高度太低，根本來不及改正，根本來不及處置，那你立刻迫降，立刻迫降的時候呢，我們知道飛機裡面都還有油，這個油它人出不來，飛機着火，你怎麼辦？這個時候又沒有破壞性的工具在手邊，所以就活生生的。但我们现在細節不知道，你認為大概在多少高度的時候是不行的？那看看它這個進入有高關鍵點、低關鍵點，然後最後進場高度。你高關鍵點可不可以進場要做判斷，這個高度。然後在低關鍵點的時候，可不可以確實進場？不能進場，你一定要趕快要跳傘了。而且這個 T34它並沒有彈射跳傘，一定要自己爬出來跳傘。那爬出來跳，你還要解鎖，因為你是綁在飛機上面，要解鎖，要把座艙罩緊急開。在空中是座艙罩是不能打開的，你要緊急開。一緊急開之後，人要爬出來，爬出來之後再跳出來，還要避免被飛機的這個機翼就翅膀打到，還有垂直尾翼打到，你還要躲掉。躲掉完畢之後，跳出去之後你要拉低循環，
那根本來不及，因為高度消失非常的快，而且因為發動在前面，所以它重心在前，那时间就會消失高度。你不能帶住，你帶住立刻失速進入螺旋，反而更快。你要順着它一直向下俯衝，來拿速度來換取它不要失速，那這樣的速度消失更快。一般來講，迫降是對的，但是問題是迫降造成場面，我們看了跑道是可以啊，外面都有這些看起來好像很平整，其實不平整。飛機遇到這個狀況，可能翻滾扭曲，整個座艙罩變形，人也出不來，卡在裡面。這個時候，那我們叫飛行員就遭遇到這個最不幸的狀況了。那我認為要防止的就是能夠發動機要能夠好，在緊急的狀況，發動機只要是能夠運轉，就有動力就可以爬升。那他現在的飛機機件老舊了，所以我要認為我們的國防特別預算，我認為編一些。買新的初教機，而不要自己生產，因為技術可能緩不濟急，還要到2030幾年，我認為那可能還會有類似的狀況。一般的戰鬥機是彈射，就是彈起來再降落。對，一般的戰鬥機都是噴射的。對，它现在馬林貝克，它是30啊，它可以0尺，它在0高度，就0高度，然後0速度都可以彈。对，都可以彈，因為它上面還有個引導火箭把那個傘撐開，不用吹風，0高度0速度還0秒。它就要彈到頂端，直接就是同步就打開的傘。那這個不行，因為它的座艙罩它整個的飛機它很瘦，你光那個彈射火箭馬林貝克都放不進去，你放進去它還有一節留在飛機外面呢。那所以你要去購改，我認為困難度是蠻高的，而且飛機老舊，我認為買新飛機是當務之急。我們今年不要說特別預算了。年度預算也變了9600，將近600，就是400，將近600，500億了，9459億。那為什麼就從馬英九1年3000億，蔡英文1年6000億，賴清德1年9000多億，為什麼不買？是買不到還是怎樣？這個教練機應該沒有什麼偉大的技術，我照理講應該可以買到，買不到嗎？我認為應該把它優序調在這邊，是不是造成一個預算排擠現象？沒有把它列為優序。這能用多少？我認為要優序。我們光是維修費用就編列了37。對，為什麼不能買？我認為因為什麼？因為這些初學的飛行學員哈，用這個初教機哦，他的整個操作是非常粗猛的，因為他沒有經驗，油門亂拉，駕駛感亂來，就跟我們去學那開車的時候，因為油門亂踩，剎車是不是緊急踩？學員就是這樣，你要容許他這個樣啊。那這個飛機要更新，因為什麼？它的消耗哪怕只飛1年，但是問題是它的消耗可能是2年哦。那40年下來，你用的是80年，而且飛機不斷的摔，大概現在只有20幾架，那能夠飛的就10幾架，那頻率非常的高。為什麼？因為摔的差不多了。新的飛行员訓練都用這個飛機訓練，都一定全部都這樣。那美國是什麼樣的教練機？美國現在用 T7哦，美國現在新的出飛機，我看到都已經要換那個 T7的那種。那是跟這個有什麼不同？那個跟那個都是數位化，這個全部類比，全部所有儀表全部的類比。我們現在有1號高教機了哈，都已經是數位化，你還用類比？你怎麼可以用類比？我認為不好，而且也沒有辦法做彈射。飛行員，我們知道，尤其是這些之前的飛行員哦，都會有一些狀況。你給他要給他最安全的措施。所以我認為啊，現在全空軍裡面機隊最老的就是 T34了，卻給最菜鳥的飛行員來飛。所以我認為當務之急，趕快給他換新飛機。不，今天2個飛行員倒是有經驗了，他們一般是要訓練菜鳥飛行員，就是對。休息一下再回來。好，不幸啊，2個飛行員這個殉職哈，起飛21分鐘以後失事哈，2個都是中校啊。那這個上午7點47分從岡山基地跑道起飛啊，然後呢，這個8點08分墜毀，所以21分鐘就墜毀了哈。那這個 T34教練機呢，那很老舊的了哈，所以他們2個一個坐這裡，這是監察官看前面的。前面等於在執行他的這個訓練任務了哈。那說主要因為不合時宜了，因為他沒有彈射座椅，因為40年以前那個時候還覺得飛機比人命主貴，所以飛行員就盡量犧牲自己要保飛機，所以也沒有什麼彈射椅。但現在完全改變了，認為人命最重要最寶貴哦，寧願犧牲飛機不要犧牲人。所以呢，他這個設計其實是不合這個現在的時代的需要哈。所以呢，彈射也是救命用的，那沒有。去年討論要全面汰換，所以你看，你從87、88、90、90、20、10、10、16
失事過很多次這個教練機哈。我們1984年從美國引進49架這叫初級教練機，到目前這個失事10架哦，那其他有些它舊的零件換來換去哈。那他們的服役要到2033年，還不是現在就可以，現在才2026哦，還要7年，所以呢沒有達服役年限，所以呢暫不做決定，以後再說。能不能國機國造以後再說，因為呢都還沒有到了服役的年限哈。那這個殉職的这個飛官哈，這個盧繼佑，你看在2021年5年以前1月30號的臉書就說，我因為是空軍，我不知道陸軍坦克到底怎樣，但是呢在開 T34就是要玩命，沒錯。結果沒想到一語成讖啊，真的是變成這樣哈。那所以剛才也講哈，這個。從2020年來14架飛機，20個人都殉職了哈，這蠻可惜的，也蠻令人感到非常的不捨了。我們看一下，那本軍在今天已經下令 T3試行機天安4號的這個作業，停止相關訓練的任務，並執行機務的加強檢查。在整個就如同剛剛我所報告的，整個航線在發生事情前，無線電都沒有任何的異常狀況。那很不幸的就是。飛機發生失事後，我們到達現場，飛行員的話都是在飛機裡面。空軍機號3414的 T34C 除教機2號執行模擬發動機失效航線訓練，不幸墜毀，造成盧姓過性中校殉職。而 T34C 除教機機種老舊，在1985年引進49架，至今41年了，仍有30多架服役中。那發動機它又是單發動機，又是螺旋桨發動機，這發動機又用了飛機用了40多年，妥善率、安全度是上面一定会不比新飛機來得好。一般訓練情況下，前座由學員乘坐，教官則在後座指導。對比永鷹號高教機 AT3 教練機都有彈射座椅 ，T34C 卻沒有這項逃生裝置。因為它是螺旋桨飛機，而且它的速度比較慢，而且它飄降能力比較好。具有迫降能力，它不需要像戰鬥機高速，在動力消失或是其他故障的時候，需要彈射跳傘的這個立即的狀況處置。所以說它有降落傘，但是它不需要彈射座椅。回顧歷年 T34C 除教機失事記錄，從1985年引進後，1987年、1988年、1996年都曾出現機械故障墜毀事故。2010年1月26號以及2010年12月同年發生2起墜毀導致4死的事故，也曾出現衝出跑道的意外。當時曾暫時停飛進行全面特檢，但隔1年又出現迫降事故。而2018年5月同天發生1起觸地受損以及鳥擊事故。T34C 服役超過40年，但軍方規劃服役到2033年陸續除役，而下一代機種要自制或外購，至今還沒定案。那位置。我想發生這個事情，大家都非常的悲傷哈。那尤其這些都是保家衛國、捍衛我國主權的英雄，所以我們也看到賴清德總統在第一時間除了表達悲痛、表達不捨，也責成國防部一定要這個專案小組要調查整個事件的經過。那但我們也期待，就是說透過這個專案小組的調查，不只是調查這個個案這個發生的原因、起因，也希望可以系統性的來檢視這樣子的這個。T34C 的教練機到底合不合用，適不適合？我們看到在1985年的時候，其實買了44架這樣的飛機。那目前我依照查的這個資料，還有33台還在服役當中。那我們看到就是說，這一次發生2起這樣飛官殉職的意外，其實。過去年間也都有這個零星的這種事故，但都沒有發生這個人命的傷亡。是在2010年的時候，剛好那一年發生了2起，那2起也都是一個教練帶着一個練習生、一個學員，所以2起事件也都是造成4位的飛行人員喪生。那我們來看到都說，那這樣子的 T34的教練機，它退役的這個年限到底到什麼時候？依照目前我查的狀況是說，我們都認為，它應該有特定的年限，但其實它是依照它原廠其實設定的是飛行的時間，它最多可以飛16000個小時，對，它是依照飛行時間來算，那所以目前估算是到2033年，所以我認為系統性的來看這件事情是說。我們有沒有可能，就說不單是用它這個飛行時間來算，像這種教練機
大家都知道，就教練機應該是最超的，大家都要用的。就像我們去駕訓班，你看那台破爛車，多少人在用那一台這個訓練車上路？那可是這個如果安全性不高，又是這麼樣操勞的高度使用的教練機，它如果只有一個這個年限上面的這個規定，也就是使用時間，沒有考量到它實際上已經服役的年限的話，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要考量的。我們不要拘泥在現在的規定，要改就改。現在大家支持國防預算，就應該趁這個機會好好檢討。一般機械的東西是有2個標準啊，一個是使用多少小時，一個是多少年。对，不是只是那個小時，不管那個年啊，40幾年實在太長了。來，暐瀚。每次只要看到這個我們的空軍出了這個狀況哈，我們的心都特別沉重。我以前在空軍服役嘛，那觀眾朋友，事情發生了，我們就要面對問題啦。那剛剛前面其實這個就是張安庭中將也跟大家講了很多專業的細節了，所以很簡單，我們現在目前所有進到中華民國空軍要擔任我們的飛行員、保護國家的這些飛官，第一次會駕駛到的飛機就是 T-34C， 那這個叫初教機，基礎的。你往上走有高教機，有高教機。那高教机原本是 AT3， 初教機是 T-34C， 这樣觀眾朋友了解。那 AT3 現在已經轉成永鷹號，而永鷹號呢，現在到了已經全部要交機的階段了。誰做的？漢翔。觀眾朋友，你回頭去看哈，因為剛剛其實魏 Sir 有跟大家說的，國防部現在目前也要馬上做一件事情，就是這個 T-34C 還沒有到汰除的年限，什麼時候？大概抓2033，今年是2026，所以還有7、8年。那2033之前我們要怎麼辦？好，那為什麼沒有已經知道說我們的初教機？因為高教機 AT3 換成永鷹號，那初教機呢？沒有，有2個主流，一個呢就是漢翔推出漢翔國造國機，因為永鷹號它能做嘛，能做高教機肯定做得出初教機啦。可是因為現在還沒有個雛形，所以國防部根本還沒有決定是跟漢翔後續他做完永鷹號之後來請他推出國造的初教機，還是直接跟美國好就買這個所謂的 T6。那 T6是美國跟這個北約的相關的盟國他們所用的，就是新一代的初教機。我覺得如果說要快的話，或許這個是一個選擇。我沒有說我一定要做哪個選擇，但是要跟大家講，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快，因為汰除時間可能不止2033了。第二個，因為這個 T-34C， 觀眾朋友剛剛我們有看到很多畫面，它為什麼沒有彈射椅？之前 F5，像我在台東在服役的時候，本來也沒有，因為它比較早的機型，Tiger T 這個 F51跟 FF， 但為什麼 T-34C 沒有彈射椅？我認為為什麼？因為它的那個飛機比較小，現在導播給大家看那個畫面，它那個 T-34C 它的座艙小，所以那個駕駛員的正下方，你看到3414的左邊靠機的地方，那是主油箱。所以如果它設彈射椅的話，彈射那瞬間主油箱會爆裂起火，所以它是一個沒有辦法裝這個馬丁貝克彈射椅的飛機。所以你想要提高它在發生問題的時候的飛行員的那個這個生存率都沒辦法，那怎麼辦？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加速汰除 T-34C。我就應該全面汰換了，對不對？不管是買或者自己做嘛，自己做來不及了，趕快買就是了。至少買一部分。我記得沒有錯的話，在2023年的時候，那時候提出一個東西叫國機國造。針對這個就是針對這次飛機太勞的事情，後來因為這個國防預算排擠，因為我們要買 F16V， 我們要買海馬斯，我們要買魚叉飛彈。那到目前今年為止，我們今年看今年國防預算書裡面，目前是沒有新的飛機要去購買的。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有關零組件所有的預算都還保留在，沒有刪也沒有動。但是我們有一點，我們必須很正視一件事情，就是說，我們每培養一個飛行員的最基本的成本是1億台幣。1億每一位，只要剛成為飛行員是1億台幣。如果像我們今天這2位不幸上升的這2位中校，他們如果以他們訓練的成本各方面成本加起來的話，可能一位是20億台幣，最高到20億台幣。這樣對我們的國軍的戰力是很大的損傷。尤其是更可怕的是說，會不會有所謂的寒蟬效應？也就是說，未來如果我們的飛機再不換，我們再不去針對這些事情，真的去把這些預算編出來，是真的去買這些初級機。剛剛那個暐瀚兄有講到說有關初級機，其實初級機台灣為什麼國機國造為什麼我們後來沒有去真的去發展的原因是說，台灣只需要目前看起來台灣只需要40幾台教練機。那40幾台教練機的話，如果這種所謂的初教機，美國、巴西、日本好像日本也有說比較完整、比较算相对比較便宜的。那时候漢翔就在吵，汉翔跟空軍2個就在吵，就是說
漢翔是希望說，我們現在還有這些人才跟這些資源、這些技術的時候，我們應該把這個航空工業把它做起来。可是空軍希望說，我們要現在马上能上手又便宜的出教机，所以变成說這一來一往就扯了3年。所以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遲早很快要做出一個決斷，說我們還要讓我們寶貴的飛行員在已經很少人願意來服役的情況之下，繼續讓他們冒這樣的風險嗎？那這樣對我們的國軍戰力是不是很大的損失呢？我覺得這是需要整個去考量，國防部需要考量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說現在我們要國機國造，但是可能我們又要又好又快，這2個方向是完全不一樣的，必須很快做出一個決定，不然下一樣事情平均我們剛剛從2020年到現在6年發生14次空難，2020年發生14次空難，而且中間还有一個，中间2025年是沒有發生事情的。那這平均每1年將近3次的空難，這實在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覺得這個事情，我覺得這個不管是國防部還是空軍，責無旁貸，應該好好來討論一下。因為你看那個盧忠孝在5年以前就講了，他說這個多可怕，對，玩命啊，玩命一樣的。你讓飞行員5年就覺得玩命，那現在呢？過了5年呢？你要飞行員去玩命啊？幹嘛？哦，所以我覺得就什麼還考慮了，什麼快就用什麼方法吧，不要在那邊扯過來扯過去了。休息再回來。